在当前国际局势紧张之际，除了美国以外，就属印度最活跃了。一个连5常都挤不进去的国家，却有勇气跟大国叫嚣。近日有消息传出，印度放话要教训俄罗斯。虽说该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但以印度的性格，这种口出狂言的话，很可能不是凭空捏造的。倘若是真的，印度为何突然要叫嚣俄罗斯？众所周知，俄罗斯对于印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莫迪需要普京在多个方面对自己进行支持。不仅如此，在武器装备上，俄罗斯也是印度重要的供应国。可现在印度却扬言要教训俄罗斯。在分析看来，这很可能与前不久俄罗斯决定与巴基斯坦展开合作一事有关。此前，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对外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之后与巴基斯坦开展进一步的合作。据悉，当时俄罗斯方面声称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不会对印度产生其他的影响，可这在印度看来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印度和巴基斯坦本就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关系紧张，这个时候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展开合作，这无异于是在跟印度对着干。再者，印度联想到之前俄罗斯外长表态，认为西方国家在推行印太战略的同时，还试图让印度参与其中。不难看出，这一表态所透露出的警告信号非常强烈，而印度显然也明白俄罗斯方面的意思。可在这一背景下，印度仍然继续跟美国相向而行，直接惹怒了俄罗斯。至此，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展开合作，用这种方式反制美印不断靠近的关系。现在印度却反过来要教训俄罗斯，完全不想想自己做了什么，此举连美国都为其捏把汗。但是该国的这掩饰不住的笑容却意味深长。对于俄印反目，美国倒是白白看到了一场好戏。本就与俄罗斯处于敌对关系的美国，费尽心血要占据俄罗斯武器装备在印度心目中的地位。此前甚至为了阻止印度购买俄罗斯的 S-400，不惜威胁警告。现在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增进关系，倒是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如此一来，印度的军购订单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美国的了，白白捡个大便宜。再从印度角度来说，该国要教训俄罗斯，不过是因为见不得别人好。与自己处于对立面的巴基斯坦跟俄罗斯关系一旦走近，该国必定能从俄罗斯获取不少先进的武器装备，届时很可能威胁印度国防安全。但是如此胆大的叫嚣俄罗斯，只会让自己陷入危机局面。美国现在帮助印度是因为该国有利可图，一旦没有利用价值，印度就会立即被踹。而且与俄罗斯武器装备相比，美国的武器装备贵的可不是一点点。一直以来，苍龙级潜艇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捧为最强潜艇。该潜艇拥有高性能声纳装置，具有强大的搜索和隐身性能，不少日本媒体都将吹嘘为东亚最强。但最近发生了个莫名其妙的事故，日本制造的神话又要被狠狠打脸了。近日，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苍龙号潜艇在四国岛附近海域和一艘民间货轮相撞。根据细节得知，当时深潜的苍龙号正准备上浮，在上浮途中与货轮相撞，艇上有3人受伤。然而，被撞的货轮是一艘载重吨位约9.3万吨的中国香港级散货轮，而被撞后货轮没有出现任何状况。货船方表示，并未感受到冲击带来的震动。如果不是日本海上保安厅主动联络，估计货轮都不知道自己撞了个潜艇，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还有进一步细节披露，这艘苍龙号刚定期检修完，展开训练，而潜艇在上浮途中通过潜望镜观察到对方准备下潜避让，但是来不及了。封装导致潜艇外壳受损。奇怪的是，潜艇通信手段全部受损。之后，船员只能把潜艇开到能收到手机信号的区域，才能和上级取得联系。这次事故槽点实在太多了，一般作战潜艇甚至军用辅助船对通讯设备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备用冗余设计是必然要有的，应急通信和应急通信电力保障也是必须的。而这艘潜艇电力系统和动力系统并没有损坏，为何通讯手段直接全部断了？撞之后居然失去所有通讯方式，还得开到有信号的地方，靠手机取得联系。此外，货轮的噪音在声纳里属于重金属音乐级别的。潜艇上浮前，声纳竟然没发现，还要用潜望镜才发现货轮，而且散货轮速度非常慢，潜望镜提前发现了，竟然也来不及下潜躲避。这个第一级小事故就反映出日本潜艇技术缺陷以及人员训练方面有问题。多年来，日本一直致力于往外卖武器，但是几乎没有获得过军火订单。在2016年的时候，日本还曾极力向澳大利亚推销苍龙级潜艇，但最后澳大利亚还是选择了法国的短鳍梭鱼级潜艇。估计现在澳大利亚会庆幸，此事也引起日本论坛的论议，大部分人都直呼丢脸，还有人指责这就是自卫队昂贵的玩具。前几日，美国防长在一次讲话中就曾指出，美国未来必须要在核武器领域保持碾压性的优势。为了保持对中俄的战略优势，
美国自知在常规军力无法对中俄两国造成一定的威胁时，打起了核武器的主意。至此，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扩大核战争威胁论，声称地区冲突很可能会升级成核战争。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的警告，分析认为绝对不是开玩笑。尽管当前美国还是全球排名第1的军事强国，综合实力还稳居首位，但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在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发展速度，难保美国能够在未来继续维持全球霸权的地位。现在，美国新任领导人非常明白美国如今的处境，因此一上任就立即给美国核政策松绑。2017年底，特朗普当时提出了核态势评估报告，其目的就是为美国发展部署核武器，从而降低美军使用核武器门槛。随后，美国频繁退出与别国一切有关的核武器军控条约，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部署以及使用核武器清除法律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今的国际局势非常紧张且危险。一旦美国爆发内乱，届时很难保证美国不会为了继续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狗急跳墙向中俄发起核战争。倘若真的如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所说的那样爆发核战争，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国自己都很难幸免。核战争的威力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些年来，虽然包括俄罗斯甚至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在发展核武器，但是核武器说白了只是一个摆设，根本不会轻易使用。现在美国人说大国很可能爆发核武器，怕是脑子被石头砸傻了。有病的人才会想着核战争。不过，倘若真的发生了核战争，俄罗斯会站哪边呢？同中国站在一起，这说法是否可靠？近日，俄罗斯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俄军事联系紧密，但并没有举行联合核演习的报道。根据中俄在2001年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中，其中一方遭到侵略等威胁，双方可以消除威胁方式进行互助或者协商，但在该条约中并没有规定必要采取什么措施。简单点来说，核战争如果真的发生了，很难想象两国会有什么实际性的动作。俄专家这番话令人失望，但却是现实。核战争可不是小打小闹，中俄关系虽好，但俄罗斯也没有义务帮助我国，靠谁不如靠自己。俄罗斯专家的话让中国人清醒，况且真走到了那一步，就不是几枚核弹能解决的，很可能是几十枚甚至上百枚。2月17日，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罗素号驶入中国南海海域。按照美国媒体报道的消息来说，美军舰此举是故意挑衅。这并不是美军导弹驱逐舰第一次在该地区进行巡航任务。在2月初的时候，约翰 S. 麦凯恩号就曾在中国南海海域通过台湾海峡，当时外界均认定该驱逐舰意在挑衅我国。如今再次进入南海，美国第7舰队在一份声明中竟然声称此举符合国际法。值得一提，这次除了故意挑衅中国以外，还包括南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例如越南、台海。自从美国新任领导人拜登上任后，其就继承了特朗普任职期间对南海的一切政策。上任没几天就派出军舰进入南海，此举完全打破了我国人对美国新任领导人就南海问题的期望。正当我国人放弃幻想的时候，美军军舰再次闯入南海，气焰如此嚣张，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目的？以往美军军舰虽然也经常擅闯南海地区，却也没有一次明确宣称是合法的。现在罕见表明符合国际法，外界猜测美国方面对南海的控制正在进一步加强。除了中国、越南以及台海以外，文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声称对部分南海群岛拥有主权，但是只有中国、越南以及台海这3国，外国军舰想从其中一国海域无害通行，必须要获得该国的许可。可美国方面却认为，包括军舰在内的船只都享有自由航行的权利。因此，分析认为，美国此次同时对南海3方进行挑衅，其目的是为了向外界展现出一副一视同仁的态度。在此背景下，表明自由航行的权利高于相关国家就南海主权问题的声张以及声索。这样一来，倘若其中一方或者2方不对该事件进行回应，那么美国方面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对我国进行外交孤立，甚至就连舆论都可以拿来做文章。以美国如今在南海问题对我国态度来看，军事施压必定不能停止，而一旦这种组团抢占南海行为方式得到很好的效果，或许要不了多久就能实现对我国的规制。尽管航行霸权以及舆论误导、混合操作的伎俩是美国常用的，但但愿是我国想多了。如果真如我国人猜想的那样，中美关系很可能将再次恶化。中国向来对国家主权以及安全非常重视，
美国接连触及底线，其结果必定是悲剧。无论南海地区如何变化，不用想都可以肯定，我国必定会誓死捍卫该地区的和平稳定。话说回来，美国既然如此嚣张，也是他缺乏自信、内心胆怯的表现。对此，只要我们保持定力，按照我们的节奏发展壮大，该国的霸气也就维持不了多久。